各位，台湾国民党主席的这次改选呐，蓝营的酱缸文化在此次的角逐中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不仅出现了因人设事以及私相授受的做法，甚至上演了抹黑的戏码，这也让外界大跌眼镜啊！郑丽文声量呢，这次呢位居第一啊，这也让他成了其他角逐者的主要的攻防对象。郝龙斌更是多次含沙射影，暗指他所面临着各种质疑都来自于其他角逐者的抹黑，甚至于这个派出了赵少康开了记者会，把本台美国吃瓜的也给算成了大陆的网军头子啊，是吧？就是暗指郑丽文掏钱然后呢抹黑他们，我一个劲儿的找这个赵少康要这个联系方式，我去哪儿领钱啊？好吧，张亚中更是紧随着这个郝龙斌的背后，他不仅选择声援郝龙斌，更是直接挑明就是郑丽文找网军，甚至在10月11号的中场辩论中要求郑丽文做出解释，强调如果真的做了这些事儿，那不仅要退选，更要退出蓝营，直指郑丽文敢做不敢当啊！哎呀，这个张亚中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结果呢，郝龙斌却突然改口，声称他并没有特指哪位角逐者，只是说出这一现象而已。三言两语就把自己撇清了，反而把张亚中推向了与郑丽文攻防的前沿。此举的用意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张亚中与郑丽文的支持者存在着高度的重叠，只要张亚中对郑丽文紧盯不放，那么不排除一些倾向于郑丽文的支持者转向支持这个张亚中，那么郝龙斌呢就可以坐收渔利，简直是满满的精打细算。不过这一会儿他的算盘算是落空了，因为这场辩论结束以后这个有一份关于改选的最新的民调，截止到10月11号晚间7点左右，高达3.9万名的市民参加了选择，结果郑丽文获得一面倒的力挺，以71%的支持率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亚中的12%，罗志强的10%，郝龙斌再度垫底儿，仅仅获得6%这是说是在网友的投票中，但是在这个国民党员的投票中，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应该还是郑丽文第一，郝龙斌呢第二。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郑丽文大势已成。就在这个10月12号，赵少康出马了他与蓝营的民代刘采薇前往提告，要求揪出不实抹黑背后的影武者。赵少康更是直接点名郑丽文，声称自己从未对其有过批评，但现在所有的角逐者都发声谴责漫天飞舞的不实信息，唯有郑丽文噤若寒蝉，喊话郑丽文必须制止这种行为。言下之意很明确，就是将这个再度将一切根源指向了郑丽文。那么赵少康这个丑态现在呢是让大家呢是认识的非常清楚了。赵少康是蠢呢还是坏呢，还是又蠢又坏呢？他都老年痴呆了还不歇着呢。但浅秋也是 AI 的受害者，AI 最近发展的非常快速所以呢整个 AI 的这个运用那在这个网络上呢也是非常的迅速，所以大家都应该很严肃的来正视这样的问题所以巧芯觉得就像他讲的，他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他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嘛，将来一定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只是这次因为在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所以比较注意，平常有很多受害人他也去就默默忍受，或是报案也没用巧芯来报案，这个采薇来报案是非常这个有勇气。不是，这到底受害者叫啥名赵少康这是老糊涂了呀对吧？老年痴呆了。哎呀，这个郑丽文也被爆出来了所谓的丑闻这个酱缸文化是谁也不干净那个10月12号，根据台媒的披露，多名蓝营的委员爆料说，指郑丽文在反罢免期间虽然为他们站台助讲，但是实际上在部分场次却有收车马费，质疑
郑丽文一副正气凛然，说要帮蓝营，结果连反罢免站台都要收钱，认为其人设破功。紧接着呢，郝龙斌则急忙发声，表示自己不清楚别人的状况，但是蓝营在荣兴花园发起的首场反罢活动，不仅是由他主导的，所有支出是他自己出的。张亚中更是直接喊话郑丽文解释清楚，明眼人都看得出嘛，在郑丽文的声量一骑绝尘的情况下，蓝营内部不断的传出关于他的丑闻。此前指其在担任不分区民代期间拖欠蓝营的责任款，直到宣布角逐才结清，最后确有其事，但也被证实是与朱立伦计算方面产生了误差，故而拖延。现在又有郝龙斌、张亚中指责其操作支持者来抹黑其他的角逐者，如今又出现其所谓的反罢免收车马费的情况，这些明摆着吧，这要给这个郑丽文抹黑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那么蓝营的委员为何要以不具名的方式爆料呢？为什么不直接拿出市政来加以说明呢？这到底是无中生有，还是说断章取义的？按照常理来看，即便是收车马费的话，极有可能是该场次全部的嘉宾都有收到啊，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索要啊。如果是单方面索要的话，那么早就爆出来了，何至于拖到数月之后的今日呢？而且还是蓝营改选即将尘埃落定之际，无非是要以偷袭的方式让郑丽文是措手不及呗，对吧？当然从这里也看出有部分的蓝营委员那副过河拆桥的面目，因为在大罢免期间，蓝营的委员几乎是束手无策，完全是被绿营压着打，蓝营更犹如一盘散沙。当时郑丽文与馆长陈之汉等人组成的在野大联盟投入反罢免，一定的程度上提升了蓝营的反罢免的人气。如果当时郑丽文每场都标定价码的话，想必也有不少蓝营委员希望其挺身而出帮忙吧，现在却回过头来指其收车马费，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当然了，面对这些负面信息呢，郑丽文方面在10月12号派出了代表李维德出来表态，认为现在距结束还有1周时间，希望大家保持冷静，认为如若这个要诬陷他人，那么必须得拿出事证，而不是人云亦云，几分事证说几分话。认为张亚中对郑丽文的批评本质上是受到郝龙斌与赵少康的影响，强调郑丽文是树大招风而已对吧？那么一味的含沙射影却拿不出实质，更显出郝龙斌方面可以说是心虚吧，也起到了反效果。自从郑丽文参与角逐以来，他从来没有提及其帮助蓝营委员反罢免的功劳，反而经过这么一闹让蓝营的基层进一步的看到郑丽文在反罢免期间的付出，不排除让他们更坚定的选择郑丽文。这对于郑丽文来讲或许是一件好事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罗志强则是直接抓住机会，大有借机分取郑丽文深蓝票的意味。倘若如他能够脱颖而出的话，那么会在3个月之内率团登陆宣布以实际行动推动交流，为蓝营搭建新的舞台等等。罗志强此举释放出诸多的信息，但能否被深蓝的支持者所接受，恐怕大打问号吧是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郝龙斌也有类似表态，想要跟大陆交流，对吧？所谓的对等尊严，对吧？然后呢，这个能够分走郑丽文的票吗？我看基本上不可能。那个赵少康嘴脸呢进一步的被岛内的各大名嘴都揭露了，郝龙斌现在是四面楚歌呀，黔驴技穷了吧？连郭正亮都出来揭露这个赵少康和郝龙斌狼狈为奸呢。这个是杨永明的 idea 杨永明日本通嘛，他就说高市长上台之后开始谨慎，大陆还是要跟他交往人家就日本首相是那台湾怎么可能不跟人家做政党外交？你能见日本首相当然就见不然不是这样吗？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就是其实他做那个动作就是在平衡，当然党内有一些声音嘛，说你只 care 两岸，这也是一种批评所以他也要做平衡嘛。如果能见川普，我当然也见川普不是这样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会到投票前还在搞这个啊？这个太低端了啦。哦，原来那个郑丽文拜鬼婆也是他的军师杨永明给出的主意啊，也是个馊主意啊。你等于是投票前1个礼拜说啊，他们都是中共同路人啊。讲境外网军4个字，其实就是在暗指，就是中国介入嘛。对，就是中国介选。这招不是民进党每次在选举的时候用的吗？是啊，他是快要输的时候就中国介选，对。他说我认为，我认为他如果真的要输的话，搞不好就是输在这个。我跟你讲，昨天1300字长文上，昨天张江村哦，昨天晚上就直接批他了啦。哦，说你要搞这种看中保台的民进党招数嘛，然后他就直接这样讲啊，然后就引用王世坚那条歌啊，没出息，太没出息了吧。我真的是这样啊，然后就说你本来是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搞到今天那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个已经有一点像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所以昨天张江村那个脸书写得好啊，就是这样。我昨天看到我也傻眼了。写得那么长，1300字到底在写学术论文吗？结果主要的论点是。他的网军规模比1450还大，显然是中国介入。中国介选，对啊，管你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是啊，你太高估自己了吧？如果他要直接我觉得这个也太间接。如果他要直接，就是因为很多人直接讲说那因为这一个旺中集团支持郑丽文嘛，你就直接觉得这个旺中集团是在支持郑丽文，你觉得这个媒体不公正或是什么之类的，你也不敢讲。那你最后6天等于是杠上中天哦。问题是他辩论也不去啦。没有了，他后来有去了。他只去了那一场，后来又不去了。我看我昨天问蔡正元，他要去，后来没去。对，这一场，最后的这一场，礼拜6的这一场，又没去了，他就不去了，只有他不去啊。罗志祥又回去了。对，这个东西你杠中天也没有用啊。我说，假设你真的要杠，你真的要表达你的觉得有不公平之处，你国民党能够不跟中天往来吗？对，这是他不能做到的事。但是你至少你是光明正大的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这种。对，我跟你讲，搞不清楚你在骂。这个就影射中国介选。对，就是他影射中国介选，就我跟你讲，太超过了。你要说是中国介选那你至少要做一个基本工作把那个骂你的IP。都做一点调查吧。那你可以去按铃控告啊，因为中国介选党主席选举也可以嘛，是不是？让他们让刑事局去查这些 IP 是不是真的来自。可是你要有一定的怀疑基础不然人家不一定会接受啊。那怀疑基础有2个指标嘛，因为我自己都做过这个调查。你做过事第一个，每一个人的粉丝数都低于20。就是4个假账号，就人头啦。那第2个，他成立时间不到1年，就是为了你而来的。当然啦，你起码也做一点这个资料的堆叠吧。他写了1300字的长文，但他并没有具体的指证说没有证据啊，哪一个事情是让他觉得就是境外网军，是啊，然后就是有这个中国资金。我跟你讲白了啦，我自己我礼拜1、礼拜4直播那我的粉丝目前有43.2万，人也不少。里面我在直播的时候来留言，我就感受不到是网军啊。因为他很热情嘛。因为大部分都台湾的然后你怎么判断他是台湾的？因为他看他讲话的样子，讲话的语气这样的。那大陆的人没有必要来这边讲些有的没的他要干嘛？他喜欢你啊，他是你的粉丝他不用去骂郝龙斌啊。我这节目也不会，我也不会直接点名他那个反而会有一些人来说高市立文大陆人这个会在意高市早苗的就是大陆的。对，比较是真的是嘛？对，就上面写简体字，台湾人才不管什么高市立文我就有这种人留这种言嘛。
大陆网军比较国际化，表示他很不在，很 care 这件事，很 care 中日情仇。哎，对，或者是有一些人就留言，说国民党选谁都一样，这种怎么可能是关心国民党选举的？也是大陆人，他说国民党也不可能搞统一嘛，之类的，也不敢统一。对啊，不是不敢。那会不会是张亚中的支持者？那个看得出来哦，他会张亚中的支持者都是正经经的讲话，就是校长的学生，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张老师最完整表达他的想法哈，他们不会搞邪招啦。所以现在是已经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已经打到这个要彼此说别人是中共同路人，因为太接近。郑丽文没有这样搞啊。郑丽文要怎么？郑丽文要搞一些郝龙斌过去的奇奇怪怪的事，你认为会找不到吗？他不要这样搞嘛。而且那个是有证据的，你这个是没有证据的。你这个叫影射攻击，这真的是影射攻击啊！是啊，你没有举出很明确的这个。我昨天第一时间我就寄给郑丽文了。郑丽文说太长了，我读不完。也没有，郑丽文就给我写4个字了令人叹息。这样，对，连叹3声，就这样。不是郑丽文不是写没有出息哦，没有，没出息是王世坚呐哈，那首歌是王世坚的，不要赖给郑丽文。那个湛江村讲湛江村是。这回啊，这个赵少康这个狗头军师算是把郝龙斌彻底的坑了，这不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根本他提出的那些东西都是这个胡扯八道嘛，这个经不起推敲嘛，让这个台湾的很多的有识之士临阵也就起义了，也就醒悟了，原来郝龙斌、赵少康，你2个人狼狈为奸是这么个东西呀！投票不投给你了，张亚中现在也暴露了本性了，那直接投郑丽文了。那郑丽文这次赢定了呀，各位，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